功夫女足票房破20亿了。我看到这个最大的购票平台上，这个女性给这个电影的评分大大超越男性，而且他越年轻的人评分就越高。所以到底是周星驰超越了自己，还是背叛了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资深影迷啊？我刚刚看到了央视六公主发出来的一篇官方的深度影评。六公主啊，虽然是央视的电影频道，但它实际上呢跟央视是平级的。官方的评论或许意味着一种定调，大家不妨听一听。可能啊，它成为救世之作大火的答案就在这篇文章里边。我把原文分享给你啊。起初他还是星仔，他对小人物的表达见自己，见天地，也见众生。一年一影帝，100年周星驰，这是影迷给他的称呼。殊不知这一位被称为传奇的影人，第一次报考无线艺员训练班，也就是香港演员的摇篮，却落榜了。不甘心的他是托人引荐，才得以进入了夜间候补进修班。每天晚上上课，完成了结业。别人毕业就能拍戏，他却被安排主持少儿节目。那个时候他是星仔，他不停地跑龙套，经过了漫长沉寂的时间去证明自己。当然我想也是这一段处处碰壁的经历，后来全部都化作了《喜剧之王》里面尹天仇的故事。荧幕上那个抱着演员的自我修养，处处碰壁，固执的呐喊我是一个演员的尹天仇，其实就是几十年前那个在各大剧组来回奔走，只能靠演宋冰乙龙套的周星驰。电影1999年上映，也拿下了当年香港年度票房的冠军。时至今日，这部影片在豆瓣有高达 8.8 分的评分。其实他讲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那就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普通人都平等地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一句努力奋斗，一声我养你啊，不只是电影台词，而是周星驰把他自身的经历都揉在了电影当中。片中有一幕，尹天仇演死尸，蟑螂爬到身上，旁人都慌忙驱赶，拳脚落下，他依旧是纹丝不动。我不是一个死跑龙套的，请你记住，我是一个演员。这种骨子里不甘于向命运屈服的精神，是周星驰对梦想的理解。而每一个被生活捶打过却还不肯认输的人，都能在他的影片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他并不说教，他只是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惨，但他还没有放弃。他用一种夸张的、戏谑的、无厘头式的表达，道出虽然有时活着很苦，但却要笑对人生，柳暗花明又一村，总会好起来的生活哲学，给我们无数的哲思。他所有电影的主角没有一个是天选之子。有人拿他的那句如果没有梦想，那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在低谷的时候无数次的激励自己，用那一句我养你啊去表白，找到一生所爱。还有那一句躺着也中枪，也是我们日常吐槽的必备。当然还有那些陪伴我们的音乐，像 Only You， 唐僧一开口就想笑，一生所爱，大话西游主题曲一响起，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齐天大圣孑然一身的孤影。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 Bad Ending 是多少人心中的意难平啊。世间怎得两全，得到意味着失去，人总要告别随心所欲的少年，扛起与生俱来的责任。周星驰其实很早就在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只是在1995年上映的时候，大话西游还一度被视作失败的作品，数年之后才被观众真正的读懂。西洋武士看着远去的孙悟空说，他好像一条狗啊。道尽了人世间有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尹天仇可以一直喊努力奋斗，但是至尊宝即便成了盖世英雄，依旧留不住心爱之人。理想值得奔赴，可是人生啊，很难事事圆满。第二层，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功夫其实是周星驰极尽一生的浪漫。我们总是说周星驰用嬉笑怒骂的喜剧外壳去包裹着普通人的辛酸和遗憾，他拍生活的窘迫，拍追梦的不甘，拍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可是在所有的悲情底色之外，他还有着最热血和最滚烫的一面，就是把对中国功夫的极致的爱嗨到了极致。从小痴迷李小龙的他，一生都在坚持一句话，中国功夫世界第一。李小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所有功夫电影的精神源头。李小龙打破了世界对于中国人的偏见，用功夫撑起了民族的底气。而周星驰就用自己的镜头，把这一份东方风骨、武者精神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去。
2001年的《少林足球》是周星驰人生的第一部真正独立全权执导的电影。从这部影片开始，他就成为了真正能够掌控整个作品的创作者。他第一次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功夫梦彻底搬上了大荧幕。当然，在这部影片里面，功夫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武士绝学，他是大师兄打工的铁头功，是二师兄洗碗的腿功，是被生活碾碎、被时代遗忘的少林绝学。一群身怀绝技的普通人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把一身的功夫用来糊口谋生。他也告诉我们，功夫从来不是用来争强好胜，而是普通人翻盘的底气，是落魄之人最后的骨气。别人拍功夫拍的是大侠，是英雄，是飞天遁地，而周星驰拍功夫拍的是小人物的坚守，是落魄者的不屈，是平凡人不服输的滚烫热血。而3年之后，2004年的功夫直接把华语功夫片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豆瓣 8.9 的高分，至今被无数的网友评价这是再也复刻不出来，再也超越不了的华语功夫电影。少林足球讲的是身怀本事的普通人不要被生活埋没，而功夫这部影片讲的是真正的顶级武学，从来不是打败别人，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心怀善良。火云邪神纵横天下，争强好胜，最终是一介武夫。而阿星练成了如来神掌，手握碾压一切的力量，却选择了放下仇恨，以德报怨。这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境界，强者不争，高手温柔。功夫的终极意义是救赎，而不是杀伐。其实周星驰的武术功底有着实打实的师承，他早年拜入李小龙的授业师兄黄纯良门下，系统的修习咏春拳，也是正统的咏春一脉传人。这份扎实的拳脚功底为他在电影当中呈现出流畅精准的武打动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将传统武术的哲思和无厘头的喜剧完美的融合，用镜头构建了一个独属于他的功夫江湖。纵观他30多年的从影路，其实他从来没有变过，从年少崇拜李小龙到亲自致敬拍出了少林足球、功夫，再到如今的功夫女足。我想他拍喜剧藏的是人生遗憾，拍小人物藏的是人间共情，拍功夫藏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底气与侠义。他也一直在告诉我们，做人呐，就是要有情义。在那个华人饱受偏见的年代，李小龙用功夫冲破了桎梏，银幕之上他怒吼着撕碎东亚病夫的屈辱标签，银幕之外他向全世界推广的中国武术让功夫成为了一张响亮的中国名片。他所坚守的民族自信也被少年周星驰深深地铭记着。早在90年代新精武门里，周星驰便借着台词呐喊，他侮辱我们中国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并不是东亚病夫。算死草中他直言，香港只是租借出去，终究要归还祖国。整蛊专家直面历史伤痛与领土议题，提醒我们不可遗忘过往。比起直白的对白，更多的时候他把这份爱国情怀融进了功夫叙事。少林足球呼唤大家正视没落的少林武学，坚信传统功夫拥有永不褪色的力量。功夫将弹腿、铁线拳等传统武学搬上了银幕，向全世界传递着止戈为武、仁者宽恕的东方侠义。在他的眼里，爱国不只是铿锵的台词，更是守住自身的文化根基，不妄自菲薄，坚信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功夫、中华传统文化值得全世界的尊重。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功夫女足破20亿，周星驰究竟凭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掀起了一种文化潮流。也许你没有看过它全部的电影，但是它电影当中的台词和音乐总是能够让人听了一遍就记得，也是能够让人听了一句就能接上第二句。吃到叉烧饭就会想起黯然销魂饭，吃到撒尿牛丸，脑海里面全是 Q 弹到可以当乒乓球打。只要他的电影上映，全国的影迷都是他身后的兵，喊着欠他一张电影票。就像功夫台词里面的一句话，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周星驰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吗？而1992年正是他传奇的开始，他让香港影坛将1992年改名为周星驰年。那一年啊，香港年度票房的前5名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名字，总票房合计超过了 2.68 亿。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才多少钱？这份记录至今无人能够复刻，
所以哪怕他不再出镜了，《功夫女足》可能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甚至可能排在他作品序列的后半段。30多年过去，70、80、90甚至00后还在看着他。因为走进电影院的人，我想不是来评审一部影片的，而是来赴一场约，寻一次礼。从录像厅到 DVD， 从电脑下载到电影院，我们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看影片的方式，可是周星驰3个字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的哪里是周星驰呢？我们明明是在补一张票，去见青春时的自己。